我在冷宫摆摊，皇帝怀里抱着崽，手里拿着奏折，对我说：“宝，给朕来杯芋泥波波奶茶，不要芋泥，不要奶茶，要波波。”在这冷宫待的第3年，舒服得很，存的钱都够买套大别墅了。一到天黑下来，该点灯的时候，我的地摊小夜市就准时亮起小灯。撸串、紫菜包饭、果茶、麻辣烫、热干面、肉夹馍、手抓饼、正宗烤面筋，香气扑鼻。另外也有闻着臭味找上门的，比如住清雾宫的李贵妃就偏好着臭豆腐，可为了面子，只让人包得死死的，悄悄带回宫，还让我闭嘴。紫罗宫的云常在特痴迷螺蛳粉，老是半夜3更打扮得跟个劫匪似的跑来吃一顿，接着再叫一块解腻的绿豆糕才溜回宫。梁贵人最喜欢吃烤肠，淑妃超爱喝珍珠奶茶，萧美人非要在武大郎烧饼里猛加辣椒酱。至于顶着皇后头衔的我，倾国倾城，貌美如花，温柔体贴，高端大气，牛逼轰轰，怀着上辈子做义工培养出来的奉献精神，起早贪黑，热情地伺候着皇宫里这些娇滴滴的妃子。关于那狗皇帝，我反正是没见过。不过自从摆摊，来这吃饭的丫鬟们总爱暗地里讨论皇上，我也就闲着听了一嘴。听说皇上脾气极臭，也不近女色，天天去翻牌子，天天不见人，等得各宫妃子们花都谢了，整天过着跟皇上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这冷宫搞起了深夜食堂，这才打发了他们晚上的时间。我双手翻着烤肉，嘴上随口插了一句：“那皇上估计是个断袖。”小宫女一脸懵逼：“啥是断袖？”啊，没啥事儿。除了皇上平时去哪儿爱吃什么外，我还偷听到有人说我坏话。某天我正哼着调熬奶茶，忽然听到关键词皇后，我立马竖起耳朵，把原话一字不漏全听了去。若不是皇后娘娘惹出的祸，哪还会沦落在这儿卖货？可不，说起来也是活该，非得去毒害宁妃娘娘。那个宁妃是女的，搞半天皇上不是鸡啊！皇后娘娘也是心大，居然把冷宫当宝地。笑，你接着笑吧，我马上给你加魔鬼辣。我才不在乎，关我啥事呢？搞钱最要紧。可惜我穿的晚，那事儿可真不是我干的，也不是原主皇后干的。明明是她自己喝了我寝宫的肉汤，莫名其妙流产了，理直气壮跑来血口喷人，似乎还动手揍了我。我一穿越过来，人就已经在冷宫了。虽然脑袋痛了半天，好在还想起点细碎回忆。我不仅不气，反而还挺感激他。要不是得罪他，我哪能赚这3年块钱？赚得我真是乐开花。这3年里，好像除了那个宁妃没露过面，别的妃子大半夜可3天2头往这儿钻。天快蒙蒙亮，我等他们吃光就收了摊，边数钞票边回屋，把今天赚的盆满钵满的银子藏好。我放飞一只鸽子，专门通知我亲哥，悄悄把明后天的菜从地道里送进来。嘘，哦，忘记说了，地洞我哥刨的，我搞的这摊子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哥全赞成。我们家是当兵打仗的，我爹我哥拼死拼活守卫边疆，这死皇帝倒好，为了个绿茶小老婆给我扔冷宫里了。我边想边跑去院子锁门。据说李贵妃犯事被太后娘娘关禁闭半年哦。这么大八卦咋不说？烤出来都吃光了。刚才没想起来。听着脚步声走远，我真是想哭啊！李贵妃那可是我的金主爸爸，我本以为我的小日子能安稳到存够钱，在市中心买别墅，结果现实太骨感。这天，一帮锦衣卫把我死死围住，带头的大哥走出来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我靠，都3年了才来打扰我，真服了。我狂翻白眼，斗不过那把反着白光的大刀的恐吓，只好乖乖跟着走。等被押到了皇上的御书房里，我这才缓过劲，一抬头就撞上了皇上的眼神。哎呀妈，我以为是个糟老头，没想到这么帅。就是他眼里的凶残让我皱紧眉头，还没等我放松下来，就看他迈着大步朝我冲来，一把掐住了我的下巴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搞半天我是恶毒女配吗？我难道不该是个搞事业的大女主吗？圈完钱闪人撩翻青楼所有帅哥的开挂大女主吗？陛下，您干啥呀？你到底为何要如此对待宁儿？我是吃饱了撑的去针对你的宁儿。哼，你这嘴还是这么不把门，朕真该把你贬作平民，直接发配大西北。瞬间两眼放光，行，立刻马上！边疆多棒，买卖更好干了。他突然卡壳了，撒开了手，只是眉头紧锁。我心里清楚，他绝对是怕我亲爹锤他。话说回来，我啥时候给人投毒了？跟这死渣男大吵了1个小时，我总算搞懂了。哥们儿，
你这心头肉，家里是揭不开锅吗？我满脸问号，到底是啥体质的人吃了一嘴臭豆腐，就被那味儿给熏休克了？这未免也太假了吧！不管咋说，你也不能故意毒害后宫嫔妃。他咬牙切齿，泼妇！你个眼瞎的狗东西！我咬着牙，火气更大。你亲眼瞧见我塞他嘴里了？是李贵妃喂的。那天跟死皇帝对骂了老半天，我差点把他御书房给掀了。一群太监死死拦住我，可他光跟我对喷，却不惩罚我，也不计较我摆地摊的事。3天后，皇上又把我喊去御膳房。宁妃说想再点一份，臭味飘满屋，我直接下了2份。就不信熏不死你个死宁妃！结果皇上慢悠悠晃进屋子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就端走了。我用力眨眨眼，这货是不是得了老鼻炎？我给你说个秘密，我听闻那宁妃昨夜又晕倒了，皇上硬是守了她一整宿。狗男女真够倒眼睛！不是吧？宁妃难道是靠这损招装林黛玉博取皇上同情吧？不能吧，不能吧！那这不是在糟蹋我的特色小吃吗？我正搁心里犯嘀咕，眼前又飘过花花绿绿的一群人影。宁妃来了，这还真是说来就来。不过她这小身板看着真挺虚的。你来串门就行，带一帮人干嘛？我忍不住发问。这群人乌泱乌泱列队挺齐，搞得跟出殡队伍似的。自从姐姐进这冷宫后，妹妹我可还没来探望过姐姐。没想到姐姐竟做起了生意，日子过得挺美滋滋嘛。她顺手拨了下刘海。姐姐既然被打入冷宫，不但毫不反省，还把宫廷规矩全当耳旁风。我直翻白眼。宫规可没说不让摆摊儿。再说，我这是在拉动国家经济大发展，你懂个啥啊？宁妃接不上话，挥手让手下们冲上去，对着还没支好的小摊位就是一通连砸带扔。反正把事儿捅到太后老人家那儿，你这皇后肯定完蛋。擦！这绿茶居然敢毁掉老娘的发财大计，找死啊！我火冒三丈，冲上去跟他们扭打在一块，可这帮生猛老太婆差点把我头皮薅秃。宁妃看我死磕到底，自己手下又快顶不住了，便赶紧喊撤。撤！可是他们跑路归跑路，他们顺走我的独门酱料干啥？我立马拔腿狂追出去，抢我锅碗瓢盆就算了，偷我的独门酱料，这仇结大了。冷宫旁边有片黑漆漆的大湖，对岸就是御花园，人家那边看着鸟语花香的，咱们这儿却阴森的要死。这群小贼跑得贼快，连体弱的宁妃跑不动了，都被2个人直接架着往前跑。我本以为他们要绕过黑湖去御花园找人，倒打我一耙，谁知他们竟直接原地停下。我提防着他们，一边打量着四周，余光瞥见不远处好像有人正往这儿走来。得，我已经猜到接下来宁妃准备要做什么妖了，无非是先故意把我惹毛，接着顺势假装被我推下水。这套路太土，上次进冷宫算运气好，要再来一次我绝对得嗝屁。老娘好歹死过一回了，今天就陪你玩到底。大家都知冷宫冤魂多，我脑中便冒出个主意，于是我说你跑来湖边，可知你难道就不怕他爬出来？宁妃察觉我的忌惮，难免紧张起来，眉头几乎拧成一条麻花。什么？你说什么他？你不知道他吗？就是那个……我绘声绘色地伸出手比划。那个啊，之前被关进冷宫含怨跳湖的那个。这湖本来怎么会是黑的？完全是因为你少来吓我。宁妃假装稳了稳神，接着道：林美人，对吗？其实我压根不知那是谁，更听不懂他在说啥。本来瞎忽悠的我发觉真有这事，瞬间就更起劲了。对呀，他超爱唱歌，我在冷宫经常听见，唱得真好听，有时还会来敲我的门，遇到伤心事儿嚎得比我都大声。他不是死了？宁妃猛然变脸。有些人死了，其实还活着；有些人活着，却跟死了一样。那天半夜他哭着敲门，我一开，他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就像这样手腕忽然被猛拽一把，宁妃惊叫了一声，我也跟着他的身子直直栽入了湖中。我醒了，醒在又大又软的豪华床上，被子金灿灿的，床头居然雕了条金龙。没错，我就是睡在皇上床上。他看着心情大好，冲我挑了挑眉毛。这啥情况？我刚起身，皇上竟帮我托了托腰，真不对劲，这就变体贴了。皇后，恶人已除，全然没了先前和我吵架的嚣张劲。坏了，皇上居然转性了，到底是他落水还是我落水？难道他也穿了？皇上啊，你别这样一直盯着我，
受不了。只见他收敛神色，仔细跟我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我听一段直呼卧槽，几番下来已经惊呆了。宁妃屡次陷害正宫，以下犯上，其罪当斩。宁家私收黑钱，贪污国库，新旧账同算，抄了全家。渣男！皇上跟宁妃昨日温情不在，男方翻脸之快，令人震惊。震惊！作恶多端的内领盒饭了，全网高呼爽快。逆袭了，宁家垮台，重登六宫之主宝座，一掰了，皇帝人设稀碎。哼，竟是冷血无情男。我恨不得立马接个额外兼职，出份六宫小报。要是能让人手一份，哪天的利润是摆摊的6倍，太妙了！我正盘算着皇上忽然握住我的手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以后老公一定会补偿你。这一来，我的商业盘算瞬间就转变为了敲诈。想补偿？我伸出2只手，没这数不行。连带翘起2只脚丫子。咋了？掉钱眼里了？他揉揉眉心，满眼宠溺。没事，我的银子以后随便你花。我咽了口水，他这意思是，我等于有了花不完的钱。可我咋感觉心里毛毛的？见惯了他急躁又凶狠的样子，这样我还真不习惯。好老婆。见我不回答，他又说：“这算啥皇帝？分明是个大油王。”我没憋住，就因这一吐，大伙都怀疑我怀孕了。我跟你解释了好几次，是被他恶心吐的。可老头死活不信，把完脉后硬说是我肠胃不好，害我连喝了半月中药，苦得要死，就是拉不出屎。在皇上这吃饱喝好一段时间后，我便提出要恢复地摊经济，皇上死活不答应，说有违宫规。我磨破嘴皮也没说服他，只能写信告诉我爹娘。从爹娘的回信中，我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快乐。我娘叮嘱我好好伺候皇上，至于摆摊的破铜烂铁，他会让我哥钻地道收拾，绝不给人落下把柄。现如今我只觉得我很惨，但我哥更惨。幸亏皇上不找茬，而且对我特别好。某天我问他晚上打算吃点啥，本宫一高兴就去做饭。只见他双眼放光，折子全扔一边，抓起我的手，讲出我终身难忘的那句话：整盘臭豆腐。盘臭豆腐让我赚了根金条，我开心极了，钻进被窝笑了一整夜。皇上也开心坏了。我突然从床上猛地坐起，难道真相是皇上自己想吃臭豆腐？我似乎察觉了天大的秘密，仔细推敲那李贵妃满园子的鲜花，香气扑鼻，哪里像是个爱吃臭豆腐的人？再想那回，明明是他吃臭豆腐把人家宁妃给熏晕了，足有2回。我这就懂了，他绝对不是真喜欢宁妃，真正爱一个人哪会用这么臭的玩意熏？这招太毒了。理顺这里头逻辑后，我心里居然泛起一丝暗暗的高兴。到底在乐些啥？我也说不清。小皇帝这家伙近来简直像中了邪一样，比如吃饭时会从身旁摸出一把包得十分精致的花，比如走在路上偏要拽我的手捏很紧，比如连续30天夜夜点我的名字，偏爱睡硬板床。皇上，你想吃臭豆腐请直讲，有必要这般大献殷勤吗？我终于憋不住问，只见他眉头一皱一松。朕最近吃的次数少吗？对哦，我被夸的心情好，心里痛快，就想大展厨艺给他做顿大餐。那他为了点啥啊？最后我在今天晚上彻底认清，他大爷的脱身子！还记得我半夜尿急醒来，睁开眼就看到皇上躺在身边，那双大猪蹄子还打我腰间。行啊行啊，感情他天天跑来，黑白2种豆腐一起吃。我赶紧推醒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只见他搓了搓眼，分不清是睡醒还是发懵，回了一句：反正你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我顿时无语，似乎确实没毛病，怎么心脏还有点直跳呢？次日，皇上邀我便装出宫闲逛，我答应了。车辆停在大城门口，我激动地蹦下车，四处打量。今天恰好遇上百姓的灯会，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，喧闹至极。很多年没看这场面了，我呆呆地望着皇上，不知不觉站到我旁边。我抬头看他，只瞧见绝佳的侧颜和一双温柔多情的眼。走呀！他主动伸出手，还在迟疑，但他没给我空隙，紧接着就强势地抓牢我的手。皇上牵着我满大街转悠，帮我买下好多我注视多于3秒的物品。市井烟火气最能暖人心，街头的夜市人声鼎沸，绝对算极其热闹。我走着神，有点说不出的失落，估计是想家了。意外的是，皇上竟如个小屁孩一样到处蹭吃，眼里全是新奇的光芒。他神不知鬼不觉冒出头来，媳妇儿，你尝尝这块饼，把一张烤饼递到了我面前。烤饼抹了层油亮诱人的辣酱，闻上去实在是让人狂流口水。我怀着毫不在乎的心态，却稀里糊涂地张开嘴。难吃死了！这块烤饼瞧着不错，闻着棒，可嚼起来却感觉很没味。只见皇上激动的好像快蹦上天了。不好吃才对嘛！啊，还是媳妇儿烙的饼好吃。那是当然，你别瞎吹捧。我装作不屑，心底倒是有几分欢喜。皇上又没影了。
不知为啥，我居然觉得他挺心酸的。我顶多这几年失去自由，何况我还活得这么乐呵。但皇上从出生起又能有几次这般无拘无束呢？我边逛边发呆，猛地磕上一堵人情。我往后一退，抬起头来，皇上正乐呵呵地看着我。今晚月圆，皎洁的白月光洒落在他的脸颊上，勾勒出绝美帅气的一张脸。他修长的睫毛像沾满星光，夜色很微凉，可他却宛如骄阳。画面停止在这秒，我清楚地看见他深邃双眼里的自己。接着，他居然从背后变出一把花，错，是糖葫芦绑成的鲜花。皇上把花塞进我的手里，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！周围站了一圈看热闹的男女老少，大伙鼓着掌，马上就要喊出老掉牙的口号。我本来有点感动，可这会儿只觉得特别丢人，将那花往他身上一砸，扭头就溜。神经！万岁息怒，皇后娘娘大概是过于不好意思。李公公磕着头，皇上板着脸，鸟都不鸟他。陛下，要不然拉倒吧，这后宫美女如云，靠陛下的魅力，那些主子们巴不得夜夜来伺候皇上啊。他们能炸臭豆腐吗？不能。可是，住口！回宫后的这2日，皇上就没来烦扰我了。我也闲着，干脆摆弄起了院子里的盆栽绿植。今天丫鬟通传，皇上从那天被你抛下后遇到杀手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。我惊得一颤，扔掉手上的剪刀，拽着裙子狂奔。这臭男人们千万别出差错，他若挂了，我以后吃谁喝谁全靠谁。倘若哪个臣子借机造反，我也得跟着陪葬了。往常盛软轿需15分钟的道，我仅跑了3分钟。上气不接下气冲到龙床边，只见他脸色铁青的瘫在榻上，旁边的水盆里还有擦洗伤口换的血水。瞅见面前的景象，我居然阴差阳错的落泪了。随即想到皇上归西，天下大乱，我连个娃都没有，必定要陪葬。我嗷的一嗓子，哭得更凶了。估计是哭得太忘我了，我丝毫没发觉现在我是用啥样的丑态，趴在皇上怀里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像见了鬼似的从他身上蹦开。你没死！皇上压根没理我，只是憋不住的狂笑。你心里是有朕的。我才没！你有？没有！有！我纯粹怕你死了，我要陪葬。听见这句话，皇上的目光沉了沉。是吗？不知为啥，他这么一问，我反而不敢接话。我转身又想跑。我认输了，我承认，心底还是挺在意他。不过我也没料到，我竟然可以乖乖巧巧听他示爱。他稀里哗啦讲了一长串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的心意从未改变。顺带着卖弄文采，我呆若木鸡，左边听一嘴，右边听一嘴。他似乎察觉了，只见他猛地停下话茬，垂头打量我的神情，紧接说道：“那你来问，朕来答。”话都讲到了这步田地，我干脆想到哪就问到哪。你啥时候起开始相中我的？入冷宫前，以前朕每次路过你那儿，总觉得你烧的饭菜特别香，偶尔进去尝鲜，还会被你轰出来。多早晚的事，我想不通。我穿来那会儿，明明已经在冷宫里面了，他看上的难不成还是以前那个救我？宁妃嫉妒你，和你在御花园厮打起来，你跌倒在地，撞到了后脑，还好命保住，只是得了失忆的病，她也因此流产。奈何宁家权势太盛，从那起朕才懂得，唯有把你贬入冷宫，才能够暂时保全你。之后朕表面上对宁妃恩宠不断，暗地偷偷清理宁家势力。宁家之事已了，借着那段时日的变故，便顺势让他退出了。得知内情的我才懂得，宁妃完犊子那天，皇上心底多开心。倒是便宜他这般轻易脱身而去，不然的话，朕都想干脆拿臭豆腐熏死他。他惹得我发笑。对一闻臭豆腐就会晕的人来说，这手段太狠了点。既然这样，那我究竟是啥时候穿过来的？那更早那阵儿，我的性子有没有猛地大变样过？真有这事儿。曾经你规规矩矩，更不懂做菜。老婆，两个完全不同的人，朕自然拎得清的。不仅这样，朕还晓得你挖通道，你搬物料，你摆摊儿。我猛圈，可认真琢磨，他作为天子，清楚不是挺合理吗？按理来说，他不判我的罪才算见鬼。但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朕都无所谓。我可不是鬼，我是穿梭来的，我是人，不过来自于以后。仿佛解答了皇上的纳闷，他略带深意的点头。真不愧皇上，这么扯淡的事还能淡定认同。那我想问，你干嘛看上我？我又问。最开始是因为你的手艺超棒，让朕上瘾。
到后来尝了你的臭豆腐，朕更对你另眼相待。接触下来，朕发觉和媳妇待一块儿时，朕能体会前所未有的快乐。你头一回吃臭豆腐是啥时候啊？你头一回摆摊儿，朕就把你的小摊儿全品尝一遍了。臭豆腐 YYDS。 晕 YYDS 哪儿学来的？你教他的？他教朕的。那是谁？李贵妃。我悟了，李贵妃就是那隔三差五让人打包臭豆腐回屋，还让我瞒着的那位。感情她是皇上的托儿。皇上瞧我面色转差，忙解释说：你别多想，尽管这3年朕总往李贵妃那里跑，但只是为了吃货联盟。吃货联盟？你教他的，他教朕的。那宁妃肚子里的宝宝，他只是个绿茶罢了，孩子本来就不是朕的。哼，就他那些伎俩，朕绝不可能会中招。绿茶你也懂啊？我震撼万分。你教他的，他……我懂得了，我懂得了。我撇了撇嘴，还不怪自己天天跟那些来吃饭的客瞎啃乱啃。提起宁妃，我都叫她是绿茶。那你扫前还骂我杜甫来着，怎么回事？想起这茬，我难免暗爽了起来。那不是有宁家奸细在，朕没招吗？皇上还带着几分憋屈，我没忍住笑。你可是皇上啊！皇上又怎样？皇上也有愁绪，也有想干不成的事，想去去不到的地带，留不住的人。末尾那5个字，他是眼巴巴盯着我讲的。察觉到他滚烫的目光，我赶忙低下头。你问完了，该朕问了吧？他深沉的声音勾得人心头发痒。我点了头。你可愿？我基本能猜透他问的啥话，却又怂他那一副甜死人的目光，让我脸红。于是马上接茬。我乐意！皇上越笑越开心，搭我腰间的手猛地使劲，随后一个转身，我便被圈在身前。我瞪大眼，你干啥？他眉毛一弯，朕问的是，你可愿与朕一世相守，同心相伴？我词穷，真料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被这个死板无趣的古人给下套。皇后已经答应朕了。皇上深邃双眼里清澈见底，包裹着迷死人的柔情。罢了，从前便知晓，遇见良人就要牢牢珍惜。再说他多金颜帅，身材棒，有一片痴心。况且我也不是多排斥，心中正这般想着，只见眼前身影缓缓靠近。我向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吃货，直到碰见他。皇后貌似让鬼附了身，在纠缠我的第178天。就在他冲我献殷勤的一个刹那，他扑通一下瘫坐地上，紧跟着就开始满嘴胡话。我靠，啥东西啊？我刚才不是撸串吗？我酒呢？我烤鸭腿呢？我还没结账啊！老板！脑子不清醒的样，活像发了疯。我刚想喊人传太医，只见他表情呆呆的站起身，发出那句仿佛开心到极点的：“我穿越了！太爽了！我刚发工资想消费一把，好不容易点了那么多美食，结果就穿越了。真没料到是顿霸王餐。我倒要瞅瞅他玩的什么花样。他猛地望向了我。哎，今儿几月几号？我这辈子头一回吃霸王餐，得记在小本本上。嘉怀元年。停下！我干嘛要去搭理他？跟他聊天，显得我也像个傻帽。我甩手起身，快点把皇后弄走。然后连头都不回的走开了，背后还若有若无传来几句不爽的话。皇后讨好我的天数定格在187，我觉得特别舒坦痛快，全身都轻松得很。女人真默契，可还有个想惹却不能惹的主儿，宁妃。奈何前朝和后宫虽然没联系，但也牵扯很深。老妈曾讲过，冲着御花园那棵桃树祈祷，就能美梦成真。我才不像那毛头小子一般迷信一棵树。如果真灵验，那我巴不得后宫女人全消失。重点是她，可她从那天以后就没再露脸。大夫也看过了，没啥毛病。我总以为皇后貌似不是皇后了，反正去御花园也要经过那凤羽宫。我散散步，顺路瞅瞅，绝不能让她撞见，不然肯定会乐坏了，接着对我死缠烂打。皇上，怪奴才话多，您平常时都是躲着凤羽宫走。你也晓得你话多。当我还没到院子门口，一股香气就直接扑来，那飘着果味与奶味的香气让我迷糊了。得了，我今天就去关照关照皇后。当我走入皇后院子时，她极明显的挂上了那烦闷的脸色。我搓了搓眼，真没看错。皇后好像忘掉啥规矩，我攥拳假壳来提醒，足够给她脸了吧？我来例假了，别烦。尚书夫人啥时候进宫？还有，她凭啥这么狂妄？我都没来得及吃惊，
又听他念叨：“真是，好不容易做个苹果千层，咋还有人来蹭吃？”抬头看去，桌子上放着通红的苹果跟一坨白乎乎的东西，闻着很甜，还有冲冲奶味，但他好像不欢迎我。咋了？我就不配尝尝你这手艺了？我跟你不熟吧？他眉头一皱，走到墙角地带，顺手就抓起一个大扫把。这时，宫女太监接连下跪磕头，而他居然挑衅地盯着我，紧跟着高高抡起了扫帚。哪边来的回哪边去！我好歹是个皇上，他要是打过来，我脸往哪儿搁？于是我扭头就走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这般嚣张，应当重罚，以立规矩啊！皇后可是后宫一把手，如今这副德行，怎么当后宫的表率？李公公在路上还念叨，我觉得心烦。这人压根儿不是真皇后，就算他再怎么玩花样，也没这么大的胆子。再说宫里规矩他最清楚，眼下连个安都不请，他究竟是啥人？又咋能弄出那种稀罕玩意？叫啥千层？我是真的好奇。摆手叫停李公公的废话，传我的话，明天找个大师来凤羽宫看看皇后，得悄悄的。奴才明白。第二天我在看奏折，李公公急忙跑来：“陛下，今天玄赞大师在凤羽宫大门外全贴上符咒，没成想被皇后娘娘抓包，所以计划穿帮。不过还好娘娘没搞懂，是皇上派的人。只是娘娘碰见玄赞大师极其开心，说他想要拜师学艺，去学画符。”我的脑瓜子嗡嗡响，一时没辙怎么应付。随后我招了手：“皇上有什么交代？”你去凤羽宫抓个丫鬟过来，得悄悄的。奴才明白。宫女来时极为惊恐，跪着不敢起。起来，我只是问你几句闲话。她抬起脸，早就泪流满面。好，皇后最近有没啥异常？奴婢不敢隐瞒皇上，的确有古怪，可奴婢觉得皇后变得比以前更好了。哪点好？胆肥、狂妄、目无王法。皇上息怒，娘娘即使这样，却经常做些美食让奴婢们去品尝。大厨房的饭菜对不上她的胃口。娘娘说吃不太惯，她口味偏重些。啥叫重口味？奴婢也纳闷儿，娘娘说就是偏向麻辣酱油的。我皱紧眉头，若是天天吃辣油菜，用不了3天便拉稀不止吧？娘娘还讲不辣不痛快。真是新鲜的做法。都有啥样的菜？烤鸡腿、烤鸭腿、烤猪肉、烤牛肉、烤鱼，外加那个蒜蓉茄子，太美味了。娘娘还说啥玩意儿都能烤。听完她的讲话，我难免吞了口口水。又路过凤羽宫这边，今天的饭菜格外诱人，好像正在炖煮一锅浓汤。李公公看破我的想法，又把那个丫鬟悄悄领出来。皇后今天又做啥好吃的？启禀圣上，娘娘讲这叫麻辣烫。你去给朕舀上一碗品尝。她虽然犹豫，还是照办了。就这样，我如愿吃到了满当当的一小碗麻辣烫，汤底味道极鲜，还带点微辣。我从来没想到会是这种味道。要说这只是一碗面，又太简单，算是一道菜，又比菜更丰盛，极好。我给了李公公一个眼色，他马上明白，把丫鬟拽到一边，小声合计起来。丫鬟进了屋子，过了半天才回。禀告皇上，娘娘说她只顾这儿的伙食，别人她不理。我很烦，哪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婆娘？可偏偏我还真拿她没个办法。你再去问问，得咋样才能带朕一个？过了一会儿，丫鬟回话：娘娘讲，人贪财，鸟贪食，只要有钱就好办。这有啥难？我一招手，打赏皇后。我总算能随进随出，凤羽宫吃软饭了。就是那小财迷派人守在门口收钱，说是要买什么门票，进皇后寝宫还得掏钱，我认了。钱财都是虚的，吃进肚皮里的才是实打实的好货。关键是有钱真的能让人变脸。皇后居然对我变得格外热情。皇上驾到啦！只见那个小人连蹦带跳跑过来。皇上今天要点啥？我突然想起头一回吃闭门羹时的千层，就顺嘴说了一下，就是那个白乎乎。没问题，陛下，这就去做。他乐呵呵地朝厨房走，没2步又回头提醒皇上，那叫苹果千层。我听懂了，心里又暗暗记个新词。紧接着，一个飘着奶香味的黄色圆点心摆在我跟前。我仔细琢磨，这东西也就半尺来高，凭啥叫做千层？听完皇后的回答，我极其后悔，真是问了个挺白痴的问题。这叫苹果千层，为啥才只有7层？只见他猛地捂着肚子狂笑，啥仪态礼节，通通都被他扔到脑后了。皇上，这就是个称呼，夸张说法而已。
就好比老婆饼里没老婆，矿泉水里没矿产，夫妻肺片没夫妻，鱼香肉丝没鲜鱼，狮子头里没狮子，麻婆豆腐没麻婆。看着他摇晃小脑袋，在这嘟嘟囔囔，我愣是一个字也没懂。但我明白了，千层不过是个称呼。他看到我满脸懵逼，好像更乐了。真是笑得我都喷出来了。喷的啥子？喷你龙袍上了呀！我不知皇后为啥能顺嘴蹦出这种粗俗话语，但我真的特别想搞清她那些话的意思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玩意我从来没听过？那些东西到底哪儿来的？搞得我心里直痒痒的。皇后却说道：哎呀，我没工夫给你讲，我俩根本是鸡同鸭谈。那么我可以去当那只鸡吗？皇后心情超好，对我说道：你要不要搞个包月套餐做会员？首月只要9两，续月每月19两，要是断开了付，就得1月收25两。我答应你。我没糊弄皇上，这确实实惠。他特别自信地拍拍胸脯，童叟无欺。瞅那副憨憨样，也不知为啥，我竟然觉得美滋滋。第二天，皇后说要帮我弄壶好茶喝，我抓心挠肺。下了朝，就急匆匆赶往凤羽宫。红茶跟牛奶的混合，喝着顺滑，满嘴香味。这叫奶茶，顾名思义。不过这东西有各种各样味道。既然这么容易，又为啥能有多种滋味？这也是门手艺，看着简单，其实好喝与否有很大差距，关键得看配料。皇后说完话，又帮我调了杯乌龙奶茶。皇上爱喝种茶，我就能变出哪种奶茶。他似乎想起点啥，转头又去舀了一勺不知道啥。我看清楚了，是圆溜溜半透明状的小玩意。他手脚麻利倒进碗里，满脸期待地盯着我看。快品品这个珍珠。我明白了，这珍珠不是那珍珠，这珍珠是奶茶这门手艺里的名号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皇后激动地直点头。我嚼了嚼，感觉很有嚼头，还带点甜，于是奶茶就成了我吃饭离不开的饮料。但我最爱喝那个芋泥波波奶茶。我还有一个疑问，为啥皇后起名可以随随便便张口即来呢？皇后肚子里的才学真不少，学无止境，我还得多跟皇后学习。我原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，可当下的那件事让我纳闷。宁妃怀孕了，绝对不是我的。宁相还跟我讲要多陪陪宁妃，娃都不是我的，居然还叫我陪。皇后听说了，有点不太理睬我。我跟她解释了半天，她听完回道：皇上，原来你被绿了。绿，我记下了。挺奇怪，绿和出轨感觉差这么多，难道是一个意思？是为了省点口水？反正我要暗中弄清真相。那孽障宁妃敢生，我绝不轻饶。我的大儿子可是要跟皇后生的，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宁妃会拿孩子来陷害皇后。他的脑袋磕到了，可能有失忆的毛病，醒来后未必能想起我。那个毒妇，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不该把她接进宫。我清楚，想要护住皇后，必须先除掉所有威胁，只能暂时把皇后关进冷宫。宁妃全家舒坦了，我会让她更舒心，然后把他们踹进万丈深渊。李公公让人把皇后安置在冷宫，吃穿用绝对不含糊。可我心里还是没底，特别想去瞅瞅她。宁妃和我碰巧在御花园撞见，没招了，我只得陪着她一块看花。她感觉兴致挺高，可我就是咋也乐不出。皇上可看到前面那棵桃树啦？在咱们后宫里都传闻那棵桃树祈愿超准的，皇上陪我过去吧。我琢磨了会儿，隐约想起曾经也想求个让皇后滚蛋的愿，现在回忆起来真得去偷着乐。行，我答应宁妃，并非是真想陪她去祈愿，而是我也有个梦，望老天能听得到。皇上，我盼望陛下身体硬朗，岁岁年年都能陪在我的身旁。宁妃两手合紧，笑得真甜，我也跟着合掌，诚心诚意闭眼，老天爷作证，一求天下太平，二求老婆开心，三求情谊不散，两人能长长久久。许久，我睁开眼，看见宁妃正眼巴眼望地盯着我看呢。皇上求的啥愿？你难道不懂讲出来就失效吗？没几天，我听说皇后醒了，心里面可高兴了。没法见面的时间，我打算拼命去整顿朝廷，等这事摆平了，就可以专心陪媳妇。只是我没料到，居然耗了3年多。好在皇后这只小狐狸待在冷宫也能过得痛快舒坦，遗憾我没法光明磊落吃她烧的菜，只好求李贵妃帮忙。真意外，李贵妃那般冷傲不群的主，居然也是冷宫夜市的铁粉。不怪是我日思夜想的老婆，确实有能耐。这阵子她肯定捞得满载而归，估计早乐翻天了。实际上，我偶尔实在憋不住，也会悄悄去看她。宁丞相在朝里勾结的党羽，在宁妃跟皇后落水那天造反了。为抓这帮人，我熬了3年。他企图篡取皇位，
我就把他家连根拔。我憋不住火了，我得立刻找皇后说句痛快话。我去找李公公，咋样讨女孩开心？李公公扯得有理有据，需从长计议。我依葫芦画瓢，皇后居然不给面，我绝对是昏头了，竟然去信一个老太监。那太监甚至还扯得出后宫女人恨不得白送我这种屁话，我哪能不懂？可我就是偏爱我老婆。哎呀，我憋出一个妙招。皇后晕倒那会儿，我着急又难受。如果我真出事，不晓得皇后会不会心疼我。我忽悠了媳妇儿，但也摸清了媳妇儿的底细。我顺着她，我搂紧她，跟她倾吐心底话。她老老实实靠在我的怀里，宛如一只小绵羊，绵绵的，连喘口气儿全泛着甜香。皇后讲她是从好几千年后来的人，挺扯淡。可是我深信，既然皇后那边的地方真的很有趣，我着实深爱皇后。她讲她乐意，可她还没听全我的话。这下落进我的手心里了吧？媳妇垂下头，满脸通红。我是真的憋不住，动手捏了一把。媳妇缩进被窝中，闪出2只黑溜溜的大眼，没跟我讲些腻腻歪歪的词，竟冒出那句超级不着调的：皇上，你可不可以把宁妃打我这摸走的毒麻辣酱退给我？本钱很贵的。我好恼又好乐，暗骂这只抠门的小财迷。只是媳妇这般会过苦日子，我还能求啥？皇后说爱我，她水汪汪的眼珠转悠悠。见识过最浩瀚的海洋，其他的风景就入不了眼。见识过最浩瀚的海洋，其他的风景就入不了眼。我也一样。往后的日子，我的大胖儿子诞生了，跟我长得太像了，而我的心肝还在冷宫卖货，周转着我的私房钱。他这大傻瓜，难不成以为揣进自己兜的钱才算是他的个人财产？可是我只要他高兴就行了。我也长进了不少，学会了好多潮语。媳妇讲有些叫段子，我还是分不太清，但是我愿意去学。无论如何，有长长的一生。芋泥波波奶茶确实太美味，不过爱情更甜。我偶尔路过御花园，依然会冲着桃树祈福，全因我懂的。老天在旁听。